个手是三小，这个手连合都合不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崩坏程度就是崩坏声非常丑。好的。好，下一页。大家好，我是 Anna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又是我们的 GK 开箱日，耶！那在开箱之前呢，还是要先感谢大家一下。2周前我发那只 Q 拉玛，我明显感受到观看次数的提升，有点感动，也觉得我这个小频道是有慢慢有所成长的，感谢大家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也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 YouTube 现在有所谓的1分钟直视的那种短片哦。那我自己的频道呢，也会把我开箱的 GK 拍成直立的小短片，那一支影片的下周会发在频道上面，那大家也可以顺路去看看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一尊 GK 呢，是我们 GL 工作室的尸鬼风镜，老样子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尊所描绘的场景。动画刚开始就会入侵木叶，波峰水门站出来守卫木叶，召唤出尸鬼风镜，在描绘他生前最帅的那一刻。干，我今天怎么谈那么多啊？那这尊的地台比我那只九喇嘛还要大上1.5倍左右。我们来看一下底座。干。那底座的GL工作室，它设计的非常简洁有力。它上面呢就是我们GL工作室的 logo， 然后下面是我们海外版的体数，有200体，然后我们这一尊是154体。那它的左边呢是放上他们这次设计的这个尸鬼风镜，还有点那种 X 光片的感觉，我觉得整体的阴森感有营造出来。金属明来它就选用木叶护纹的样式，那上面写的这个日文，虽然我看不懂日文，但它意思应该是尸鬼风镜。那至于为什么我觉得是尸鬼风镜而不是4代火影波峰水门呢？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。这一尊有一个我觉得蛮棒的小巧思在里面哦。地台周围可以看到它用了这个Uzumaki漩涡一组烛灰去围绕地台上方，前面是波峰水门站的地方，那后面白色的烟雾就是我们的尸鬼风要召唤下来，爽。那烟雾上面呢，还有一些喷飞的小石块，但必须老实说，烟雾跟岩石颜色就相对比较单调一点。那石块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廉价感，那烟雾细节也没有特别去处理，远看很好看，那近看呢，我觉得就有点不及格了。那我们在地台中央呢有一个洞，那上面就是我们 LED， 等一下搭配它的这个死神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先把它装上去，它这样放我有点不太放心，不知道怎么弄。我们第一个零件这么大一件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一尊是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前3帅的原因哦。头部跟胸口，它做一个零件以外呢，其他尸鬼的这个衣着，它就是用了这个大面积的透明件，然后里面呢还带了一点白色的服装，去带出了尸鬼他衣服的这个纹理。它为了要展现它漂浮在空中，它用了这个尸鬼旁边的这个鬼火，原本动画里面是飘在旁边的，直接把它坐在它的下面，前后都有，这还蛮坚固的。大概4个点都有用磁铁去加强。那我觉得它这一尊做的面调，我觉得算是很不错的。我个人看 GK 是很喜欢那种反派角色做的很邪恶的那种感觉，那只是老样子，只可远观。它上面做这个材质很容易有掉漆的问题，肚子这边有一块，然后肋骨上面有一小块，额头上面也有一小块，耳朵这边也有一小块，总这边看就有4块掉漆。更惨的是，我这一尊它其实它到的时候，它这一个部件跟这个透明件是分开，有点小可惜。它的手收吸在旁边，哇，它这个佛珠是真的线去做，是有弹性的，哇！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佛珠这样，因为它毕竟它不是随时都垂着，你可以让它握起来，是很有感觉的。是我们现在尸鬼现在还是一个没执法前的状态，哇，来哇，很茂密耶，做出那种尸鬼几百年没有剪头发的那一种。既然都是使用尸鬼风镜，知宿者的灵魂来跟死神做交易。那动画里面就是一个人形而已，他没有做出这五官来。下面它就是那种灵魂被吸的那种。前面呢，它是做一个比较平坦的，方便呢让我们等一下我们4代可以站在前面。需要先把手收给弄到后面，然后吸上去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手收给固定上去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电池要没电了，我换一颗电池。我被鬼火朝屁股，好痛！原价出售超过书名屁股的鬼火。我们尸鬼被召唤出来的时候，旁边它是有6个鬼火跟它一起漂浮的这样，剩下的各2朵在哪里呢？现在尸鬼已经9成5了，我们还差我们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道具。我们尸鬼嘴里咬这个小刀。啊，没想算是装上去了。以尸鬼来说，这一尊算是设计的非常成功的。剩下我们的施术者，波峰水门。
哇，帅！但我们必须老实讲，他这个动作虽然非常帅，但我们还是要嘴他一下。他面条崩坏程度真是崩坏色，非常丑。然后再来第二点，我觉得他妈的整尊设计的最烂的一点，拉近一点，那个手是三小，人家尸鬼风镜最后一个结印是给他合起来拍一下手。然后尸鬼才会从后面窜出来，这手连合都合不起来，这个没合起来就是术就是没有完成啊！然后最后，哇，史上最短距离也是最遥远的距离，我召唤不出尸鬼。这一尊就是只可以远看，那近看呢，你觉得会泪流满面、痛哭流涕。那我刚刚说这一尊有一个小巧思，各位，我们的3代目，这样念吗？我们3代目也来了，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这金属名牌他写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尸鬼风镜，而不是4代目火影，因为他又给了一尊3代目，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替换。在换之前呢，来再近一点。他妈的，我怎么手还是合不起来？那他附3代就大家也知道嘛，3代那时候也用了尸鬼风镜，封印的大蛇丸，一双小手手。那换下来之后呢，3代这个金箍棒原本其实是插在现在波风水门这个厚重的披风下面，现在其实也插不上去，所以呢换上去之后，你金箍棒就要用手拿咯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点灯了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灯光给调暗一点，点灯仪式就绪。各位，3、2、1。我那时候就是被他这个样子给深深吸引住，导致我根本没注意到他手合不起来。一般 GK 发亮可能就是一个小部件而已，那这一尊不太一样，这一尊它会这么好看的原因，最大功劳就是它尸鬼大范围的透明键，然后 LED 点下去的那一刻，你就知道对了。整个阴森感马上就出来了。4代目舍身拯救木叶，结下最后一个印，虽然他手分开没有结成，气场镇住，真的是死神降临，真是喜欢帅。好，各位，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细节时间 ，Go！OK， 各位对今天这一尊有什么看法？上一期呢，有人留言告诉我说，我讲话会容易紧张，然后要习惯面对镜头。我已经收到了，我就是要多拍影片，那也请各位多多包涵。那感谢各位观看这一期的开箱，那我是 Sena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次相机好远。